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这一颗编号52000的宾士300GE 的6缸分油盘的测试。那这个分油盘，事先已经大哥有做过测试啊。我们看到这里有大哥。做了签名，时间应该是2020年的4月17号哦。那这颗分油盘，到香港之后呢，郑黎的冯先生他又寄过来了，因为他发现说，因为他有调过这个插压阀，有调过这个插压阀的出油量，那所以说这个整个出油量的大小都已经跑掉了，他告诉我说。这个上下游式啊，这上游式这个下游式的压力差好像就0.1，这样是不正确的。但是，正确的话大概应该0.4到0.5的压力差公斤啊，单位是公斤之间。我们现在来，因为今天大哥刚收到这组分油盘，我们来。看看它到底，他说是压力差0.1，大哥认为是不可能。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压力差是多少，出油量是多少。现在我所接的这个喷油嘴呢，也是它原车上面来的细牙喷油嘴啊，这是6支都是，就是它原车上面300G 上面的的喷油盘跟喷油嘴。然后我们现在打开电源。我们来看它的压力差是上游是6.38，下游是5.71，这已经到了6.38减5.71就已经6.7了这个压力差已经是6.7，那并不是冯先生他讲的0.1，已经是0.670.67已经不是0.1公斤了。如果以这个状况的话，它的出油量应该是相当大，一定是 over。以这个分油盘，因为是 M103 的话，它这个分油盘其实它的正确出油量应该在170，上限应该是190以大哥的经验，我们现在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这个压力差是0.6，大概是5.7。0.57的0.53760.67好，0.67这出油量一定很可怕了。好，我们来试试看，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打开1分钟。好，开始。因为以这颗 M103 引擎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如果300G 的话，也应该是在190以内。当然，因为它如果说是有O2 的话，那 O2 它会去修正。那修正的话，可能错误的修正可能会出油量会更大，会更小，这都不一定。那要以实测为准。以这个压力差的话，这应该很可怕。可能会超过250吧，所以这个车子一定是发起来一定是冒黑烟了，而且相当严重。没错，190的出油量现在已经超过250了，都快已经满出来了。
时间到。哇，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哇，它这个出油量，哇，大哥已经没办法算了。如果以用加权值的话，1、2、3、4、5、6缸都蛮平均的，都应该在280，跟我们要求的170到190，那已经 over 太多了。那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压力差的关系，我们看这个压力差。那大哥。那我大哥必须要去修正这个插压阀，把它修正到0.4左右。那等一下我们看到6.37不会变，但是这个压力差应该会在5.95左右，那才会达到我们正确的出油量。大哥已经把这个压力差，我们现在打开电源。已经把这个压力差，刚刚这个左手边这个系统压力这系统压力是不会变的大哥已经调了这个下游式压力就是这一点这一点下游式压力现在调到6.0公斤，那上游式没有变，它不会变，因为它是由这个油压调整器在决定的013后3码013压力会在6.3。6.4，那如果是一般 M103的话，后3码是001的话，那就是5.6，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系统的喷油的出油的压力比较高一点。那现在大概已经调到6.0那压力差就3.7。那并不是说压力差是固定的，就一定是每一个喷油盘就是一定0.4。比如说以这个喷油盘，大哥这样测试下来，在0.370.37的出油量，压力差，它刚好能够达到我们170到190之间的出油量。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宾士原厂在出厂之前，它的喷油盘有经过调教的第一个调教出油量都一定要平均 ，OK， 确定是 OK 的平均的误差在15%以内。然后它这个油压插压阀它决定出油量，它也要调到标准的在170左右所以说并不是一定是0.4比如说以这颗喷油盘应该就是0.37，就是大概标准的170到190的出油量有的喷油盘呢可能要到0.4、0.5的不一定压力差因为在机械式的东西都会有误差。那电子式呢也会有误差，何况是机械式的。好 ，OK， 我们来做一个0.37这个压力差的出油量，因为我们要求是在170的1分钟到190。好 ，OK， 好，大哥已经打开电源了，好，然后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我们来看看这个喷油盘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要求的。原来我们在还没调教之前，哇，它出油量已经超过250，应该在280了1分钟。是严重的出油过度。那这种状况是绝对车子根本出油量太大，会调不出来了。那车子肯定不顺畅的。那我们把压力差调到现在，大概在0.37左右的话，我们来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在170到190之间如果 M103 引擎理论上应该在170是最好的。那是300G 的话，300G 的话，一般来讲会稍微大一点，因为车重。好，时间到 ，OK。我们看到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5，第三缸170，第四缸175，第五缸180，第六缸180。厂方要求是15%我们这个大油门的出油量，其实这样算下来应该5%其实5%也是 OK 的那0.37的这个，我再看一次0.37左右，0.36、0.37的出油量
是这颗分油盘的标准的出油量，压力差啊，压力差是它标准的出油量。所以说每一颗分油盘是都经过出厂之前都要经过调教的。那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90年以后的车，1990年以后的车子，因为它有 O2， 那 O2 会来修正这个改变电磁阀啊，来改变这个出油量，总体出油量。那宇大哥的认为，我们不要去管这个 O2 基本上不会坏，但它会老化啊，它会因为积碳的关系，它会一种错误的修正。那今天如果宇大哥这样做出来的170的出油量，压力差是0.37，因为这个改变插压阀，它这个下游是压力是不会变的。那这个时候假设我们有接油表的话，有接油表，我们跟下游是这个压力有接油表，下游是这个压力，有接油表的话，那今天插拔，引擎在发动当中插拔，它这个插压阀，看它压力会不会改变。如果原则上，如果以大哥出厂的话，就大概是个标准值。比如说我们插压阀插进去之后呢，它压力变大，压力变大就压力差变小，压力差变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插压阀把它修正回来，维持大概在这个压力的位置。如果说它变大或变小，我们就必须要去修正它。如果插拔的时候，原则上宇大哥在机台上面的那个标准，做中心参考。好，大哥今天的介绍到此结束了，拜拜。